大家好，我是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介绍一下 Winning Chat 它最新更新的几个好功能，非常好用。Winning Chat 它其实才8月21号推出来的，现在是31号，10天而已。然后它的更新速度迭代特别快，它呢可以被看作为是 Cloud Artifact 的一个竞品。然后我之前也出过视频介绍过它，而且我还出过一个视频介绍如何让Winning Chat 和 Cursor 生成你的第一个 React 应用。那 Winning Chat 最新的更新让这个操作更简便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Winning 和 Shadowson VICLI 的一个结合，只需一个命令即可安装 Winning 一代的所有依赖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右侧有一个 install， 然后选择 copy， 再到你的 IDE 里面，把这个命令行给复制进去，然后选择相关的参数，之后就安装了一系列的文档，进入到你的项目里面。运行之后，就可以看到你之前的一个项目了，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它也出了一个多次迭代的一个更新，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在 ChatGPT 里面一次对话不满意，选择让它重新生成。那之前的对话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版本迭代去看到的。它还有个更新和3D 相关的一些组件的一些支持，然后可以看出来做出来的效果是很炫目的。接下来我将详细演示一下一个项目。首先呢，我这里提了一个需求，帮我生成一个苹果发展史的网页，然后让它运用到最新的一些 React Writer 这些 Tailwind 的。然后我点 Send， 稍等一下。它呢会先创建一个 React 组件来展示这个时间线。右侧的话，其实已经看到有 install 了，苹果历史的发展史。这个页面做起来还是挺好看的。然后它这里也说啊，你要按照什么步骤操作呢？那我不按照这里操作，我就直接点 install。install 还没生成，没有结束，所以 install 还不行。Winning Chat 的话，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第一，它更新快；第二，它和 Nest.js 深度绑定，集成特别好。然后它用的我看到之前的视频，就是 Nest.js 里面一些新的特性，它其实已经用到了 Winning Chat 里面。然后 install 可以了，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回到我的 Cursor 里面，我这边把这个 copy 进去，然后 enter，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其实我昨天已经做了一个苹果发展史的 React 应用，不过我是纯粹用 Cursor 来做的。然后我们现在来进入看一下。然后这里选择一下参数，那它继续进行下面的一个文件写入。它现在正在安装一些依赖，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已经创建了3个文档了我现在可以了，安装好了。那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打开之后效果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先让它运行一下。哇，现在结果已经出来啦，非常非常的让我开心呀！之前我写这种 React 的话，很头疼，要怎么设置很多命令行，然后有时候文档的话也会位置放错，啊，现在就很开心了，可以看出来效果还挺不错的。那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些要求。那我让它在哪个页面？啊，在这个页面。新增一页，增加历史创始人信息，链接到，咱们可以从 @file， 然后找到这个文档。好，接下来就看 Cursor 的功力了，看它是可以整理成什么样子。速度很快，左侧已经看到了有个 Apple Founders 文档。然后我们可以先点 Step 2的这个还是挺好的功能。如果你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还可以也 reject 拒绝掉。我可以跟他说，点进去404，这边可以选中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中了。选中 Apple Founder， 点进去，信息是空白的显示。啊，它遇到了一个路由问题。其实我昨天呢，我自己在 Cursor， 然后通过它创建 React 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经常会有一些小的 bug， 然后需要修整一下。那我今天用 WinChat 的话，你可以看到左边它这里的话错误就比较少。然后它其实就是因为它跟 Next.js 结合的非常好，用了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我这里就直接accept 所有了。历史创始人现在就出来了。第一页呢就是这个时间线，然后呢这里就是它的创始人。那其实我昨天做的页面要比这个复杂很多，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就很短的时间内，咱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页面来了。然后我再让它添加一下。让它新增一页，讲述生成苹果从创始到2022年的历史股价，并且链接到一个我让它那个 Apple History 的首页。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就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中文跟 at 之间需要有一个空格，然后呢，它才能 at 之后呢生成新的文件。我这里先 save out 一下，然后看一下效果这里就可以看到历史的一个股价信息了。
不过呢，这个股价信息这个样式呢，我不是很喜欢，咱们应该让它做成图表形式。那我这边就选择精准一点，选择这个 Apple Stock Apple Stock History。我说，然后呢，有时候呢，它其实，Cozo 里面会有问题，你明明上面已经选择了文档，然后下面你问他问题的时候，它可能会偏离这个文档，所以呢，我又会艾特他一下，我说请改成图表样式。然后呢，我还可以请做的更美观些，对吧？发挥你的创意。然后呢，还可以再让添加内容，更多维度。好，我们现在来 Enter 一下，看一下效果。那这里呢，它就让我要安装 Richard 库，然后我在终端里先让它运行一下。可以看到它这个 Cozo 速度还是很快的，就一直在这边把文档写出来了。我先点个 Save All 看一下效果。这样可以吧？就是历史股价，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它这个是按照实际股价来去做的一个数据，还是虚拟的。有时候Cozo 呢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Cloud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还不错。我再回到主页，好，我让它把这个链接内容再调整一下。这里的话我可以截图发给他，比如说截图，我说这下面的2个链接不好看，然后让他去修改一下。我找到对应的一个让它再精准一点，选择这个，我说页面上的这2个链接不好看，请重新生成，谢谢。请美观100倍，谢谢。那现在它就会修改了。然后呢，它这里要让我先安装一个新的库，然后呢，我回到这个终端里面，给它 Enter 一下，让它安装一下。它安装好了，很快。咱们再 Save All 来看一下。这里呢也是这里也是 Cozo 或者说大模型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把一篇文章让它翻译，它可能把中文识别成一个别的乱码，那这里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需要自己调整一下股价价格，怎么样？还可以吧？然后呢，我还要我首先把这个找到问题，这个是完全我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没有结果在history里面把这个修改一下。我现在呢还想让他帮我去生成一页，就是介绍他的历史创新的产品。同样这个Command 加 I 激活 Cozo 的软件，Cozo 的 Composer 功能。然后现在写讲述苹果历史的优秀产品，加上讲述苹果的历史优秀产品，然后呢加上高清 emoji， 然后页面一样美观哦。让它链接到 history 页面，咱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当然，我们这里呢本身也是可以通过F1的快捷键，F1的快捷键激活一个简单的浏览器，然后在右侧去查看它的效果的，这样更方便一点。可以看到它正在操作，优秀产品，这样。哎，这里有一点白的，看一下。优秀产品点进去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moji 还差点意思。好，我们 accept 一下，来，这个的话就可以看到了，这是大一点的页面。创始人，返回看股价信息，看它的这里的话其实有点不是很好看，应该要修改一下。它的历史优秀产品还是挺到位的。那其实这样一个简单的演示，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呢，我现在想要把这个我再演示一下如何把这个程序发布出去。首先呢，我这边呢要把这个程序 push 到我的 GitHub， 这里我会也演示一下。这里呢，左侧这里显示红色，看有一点问题，显示一个问题。那我们再让它 fix 一下，然后看它检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因为虽然我们刚刚演示的时候呢，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要部署出去的话，这里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最好是 fix 一下。好，我们现在是到了 GitHub 的一个界面。GitHub 的界面的话，给它起一个名字，仓库的名字，然后再选择 Create。那我现在右侧呢，我已经进入到我的一个项目仓库了，初始化一下，然后呢，这里应该是把这个文档加进去，加进去之后呢 ，commit 一下 ，commit 之后呢，咱们在这个。然后呢，最后 push 一下。最近 push 的话，好像我这里都是 master 用不了。再看一下。命的话成功了。输入密码。这里就是有时候是 master， 有时候是命。我有时候，现在已经 push 成功了。接下来呢，我展示一下如何在 Vercel 里面去部署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先点刚刚生成的一个项目，用的是 Nest.js 的框架。对，我直接点 Deploy， 看一下行不行。希望能一次部署成功。这里有必要再回到刚刚这里就是其实在我演示完整个苹果发展历史的页面之后呢，我后来发现左侧的文档里面是有一些红色的标志的，那我都是一一的去Ctrl A， 然后选中文档，然后呢再 Ctrl K， 就是 Ctrl A Ctrl K， 然后在这里面呢输入 fix。好，这样的话就可以让 Coso 帮我们去修改里面的一些小错误了，不是很难，大概一会儿就能做好。咱们再回到这里的一个这个的问题，看一下。他说出现了一个
2个重复的文档了，要去掉一个。那我们先回到我的之前的文档里面。那我现在就让 Cursor 来帮我决定去掉哪一个吧。我先 at 整个 code base， 我说我部署的时候遇到上面的问题，请帮我看一下，我要删掉哪个比较好。Cursor 很容易让人用上瘾啊。其实我刚又充值了一下之后，其实没有几天就500次快速的机会又用完了。咱们来先看一下。哦，它让我把这个删掉，这个删掉，好，这个直接删掉。这个删掉之后，下面就没有文档了。那我直接把这个 pages 给删掉吧。好，现在我们再保存一下。那我们现在的话需要重新把我们的这个文档添加到 GitHub 里面去提交。我已经删掉了，那我现在 git commit 一下吧。写一下 commit fix bug。现在有一个文件删掉了，那我们再 push 一下。现在这里设置好了。正常情况下，这个 Vercel 它这里会自动给你再部署。我们现在是回到了刚刚 Vercel 的界面，因为 Vercel 呢，它跟我的 GitHub 它是绑定的，所以它能很快就知道我之前做了哪些修改。它做了在 push 到 GitHub 上面做了修改之后呢 ，Vercel 这边又自动重新部署了，所以现在这里已经部署成功了，我就可以打开这个网页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创始人信息、股价历史，然后优秀产品这些界面，然后这个整个页面，整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从 V0 Chat 里面开始，发起需求，然后最终呢，中间呢通过 Cursor 来进行修改，最后呢通过 Vercel 还有结合 GitHub 把这个网页就给发布出去了，是不是整个流程特别的一个顺畅？所以简直就是对于编程爱好者小白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友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欢迎大家关注我，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知识星球。我们下次再见。